刚下班啊？是啊。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挺辛苦的，都12点了，地铁都没了。是啊，还不报销车费，天天一堆破事儿。不喜欢就换个工作吧。我倒是想啊，等哪天中个几千万再说吧。万一哪天真中了呢？想干点啥？啊，不知道啊，可能去学点东西吧。其实我挺喜欢陶艺的，可惜都说赚不到钱。那你呢？要是有几千万的话，还是开网约车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开车呀，想跑的时候就跑，出来吹吹风，看看夜景，和年轻人聊聊天，多好啊！那一刻突然挺羡慕他的，直到下车时，无意间看到他手上的腕表，又仔细看了看车标。那一刻突然更想他。那天晚上你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那是你第一次嫌高铁的速度不够快。还是心脏的问题，平时多注意，别干重活。只是虚惊一场。陪同住院的那一周，你们久违的聊了几次天。我孙子呢？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上次期末还拿了第一呢。你也别请假了，早点回去，我身体好得很。当你回到大城市继续工作，他也出院回了老家。变异的过程啊！你们打电话的次数依然很少。你要不要跟儿子说两句？只是偶尔能刷到他的朋友圈。每次过年回家，他都抱着孙子爱不释手。随着他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少，你也从3口之家回到单身生活。没有车贷房贷的日子确实轻松，反倒是他的心态起了不少。房子一定要买，这里给你交首付，剩下的再想办法。虽然因为催婚的话题你们吵过很多次，别说了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不用送了，我认得路。但每次他走后，出租房的角落里都会多出一些东西。几年后的父亲节，你用第一份工资给他买了礼物。当然试试。你工资才多少？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？乱花钱。虽然他的表情看起来还是那么严肃，但还是没忍住多喝了几杯酒。不贵，我都是在得物上买东西，不仅划算，还是品牌直发，保障是正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逐渐厌倦了职场，回到校园，聊天的频率也稳定在1月1次。后来从大学到初中，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，还有一种解法，你看，在家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你真棒！除了学校和考试，饭桌上也渐渐多了别的话题。下午教我游泳好不好？那得找个水浅的地方。坐在他新买的摩托车后座，那个高大的背影带来了一片阴凉。直到7年后的某一天，有个年轻的男人坐在树下乘凉，突然间他有些激动啊，甚至没忍住红了眼眶。你再说一遍。那是你第一次叫他爸爸。第一次坐飞机是在毕业2年后，为此还专门查了攻略，提前了3个小时去机场。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看着他们娴熟自在的模样，说不羡慕是假的。在黄线外头。这种和同龄人的时差，好像从小到大都能感觉到。你不是一直想吃小学毕业才第一次吃汉堡。谢谢妈妈。当同学们讨论网络游戏的时候，你呢？我才30级啊，自己连个 QQ 号都没有。从小到大唯一的爱好是画画，只可惜这需要花钱上兴趣班。自己看着来吧，要不就问问老师。每当面临人生的重要决定，亲戚长辈里没有能提供帮助的人。就这个吧。在外面不要乱花钱。可是专业课要用呀。这种消费带来的负罪感，一直延续到参加工作后。你这图片创意也太好了吧，有空教教我。啊，是吗？都说好强的性格下隐藏的是自卑。当拒绝成了生活的习惯，工作的技能里也没有圆滑，落后也成了顺理成章的结果。这次多亏了你啊，今晚好好喝一杯啊。也试过辞职自己开店，才发现很多事并没有想象中简单。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出来的，做什么事儿不得靠自己摸索，就当交学费了。是啊，就是这学费有点贵。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？产品和创意只是一方面，你得让人家看得见才行啊。直播和视频我又不会，要是再招人的话，成本就更高了。你可以做抖音图文嘛，设计和文案你自己就搞定了。也许生活就是这样，你不知道命运的齿轮会在哪刻开始转动。啊？加上抖音现在的图文免运政策，你的成本压力就更小了。只是从那之后，你开始尝试更多的第一次。合作愉快。很多同龄人没有的第一次。又一次坐在飞机上，
耳机里听着熟悉的经济舱，突然有些释然了。原来乌云之上还有别的风景，晚点的航班也一样能到终点。那天回公寓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发现女朋友送我的钥匙扣，一个会说话的钥匙扣。可我们分手已经1年多了，上一次直面这些回忆还是和朋友喝酒的时候。所以你让他把车开回去了？本来就写的他的名，再说我一男的开粉色的也不合适啊。那狗呢？跟我，他家里人不喜欢狗。 5年啊，怎么就分手了呢？当时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反而想起那次参加马拉松，明明离终点只剩最后的2公里，可我却怎么也跑不下去了。接我回去的路上，他一边心疼一边埋怨：“你都多久没跑了？这么热的天，你不要命了？”这就叫挑战极限。再说不是你让我多运动的吗？啊？不是，你做事能不能别老走极端啊？现在想想，其实类似的分歧还有很多，有些关于理想，其实回去也挺好的，小县城多舒服啊。有些关于现实。到底是谁幼稚啊？你爸怎么看我，你不知道吗？相比之下，最后的那句分手显得有些微不足道。好，就和最开始的那句表白一样，我喜欢你。像是脱口而出的一时冲动，却又难以抑制，无可避免。我也是。不管是刻意还是无意。其实最近的半年我已经很少想起他了，直到有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条评论，再后来共同的朋友收到了他的请帖，而我也买了北上的车票。当我打包好行李走到阳台，才发现角落里的仙人掌居然长出了新芽。说来搞笑，当初我们2个人天天轮流浇水，却怎么也养不活。那一刻像是突然想通了某个问题的答案，只可惜那场考试已经结束很久很久了。又一次路过熟悉的天桥，桥下卖烤红薯的老奶奶还没收摊，感受着手心里熟悉的温度。那个老奶奶好可怜啊，我们多买几个好不好？我突然又想起那条评论，如果我们最终没能在一起，那相依为命的这些年算礼物还是惩罚？是我的洗碗，算经历，算成长，算遗憾，想带上一丝算爱情。奔向最遥遠城鎮。氣象台預計冷空氣主體進一步南下影響廣東，氣溫將明顯下降，大部分市縣有小雨，廣東嘅速凍模式再次開啟。吃就知道吃，吃完也不知道好好收拾。啊，我以后不会变成……搞快点儿，饿了。宝贝，洗完了吗？不是说我做饭你洗碗的吗？滚啦！